看到这个书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觉得非常惶恐，因为这本书真的太古老了。这本《古兰经》比较特别是，它是手抄本，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困难。最大困难是纸张，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发现，这个年代的纸张是在15、16世纪的中东，那跟一般我们现在市面上的纸张很不一样。为什么我要接下这个样子的？简直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古兰经》啊，我觉得那个大本的，对，是2本，1本，那大本的就是差不多这么大哦。我不是讲那个烫经的，我讲那个5本的《古兰经》。这一本是那个胡光中，手抄本台湾穆斯林第3代，在父亲的引领下，钻研《古兰经》，也收集《古兰经》。而这本《百年古兰经》，就是他在伊斯坦堡旧书市集里发现的，并且视为传家之宝。是这么想的。其实2本对穆斯林来说都是非常珍贵。你说这本《古兰经》，你没有洗小径，你也是不能摸的啊。这也是一样。以外面的，比如说古董收藏家来讲的话，那当然是这本比这本要更有意义。可是对我们来说，这2本啊都是一样的意义。这就是真主阿拉给人类的教诲。因为珍贵，在2020年7月，胡光中将传家之宝赠予他所敬重的证严上人。我当时很纯粹一个想法是，把这个这么尊贵的礼物给上人。那其实呢，上人我知道上人会非常尊敬的，对这本经典非常尊敬。那你看一个佛教的一个智者大师，他如此尊重一个宗教的经典，那我们是不是自己身为穆斯林更应该去多了解自己的宗教，更应该了解这一本《古兰经》里面写的是什么？啊，当然这本《古兰经》对我们家里面是很尊贵啊，可是我觉得摆在上人那边我也很放心。证严上人希望100年手抄《古兰经》能恒久流传，因此在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吴英美的协助下，送到图书医院进行修复。书库就是专门典藏我们馆比较珍贵的一些文献，那大概都是日治时代以前的一些文献。然后为了保存这些文献，我们这个书库也都有做温湿度的控制。今天要来拿那个一个500年前的《古兰经》，美文这里有一个破损的《古兰经》，对，需要麻烦你帮我们修复一下。哦，好，谢谢。谢谢。那我就把它给拿起来。好 ，OK。将准备修复的《古兰经》，从国立台湾图书馆的特藏书库，送到全台第一也是唯一的图书医院。我们图书馆是个100年历史，所以过去它又叫做台湾总督府图书馆。图书医院是我们非常专业的部分。它当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真正是为了对这个纸的这个损伤能够做一些修复。
然后找各式各样的材料，能够修旧如旧。这个是虫子的那个排蚁，就是虫的便便，现在里面还有虫，所以我们待会要送去做滴氧除虫。我们现在先来检视一下它的状态。徐美文，图书医院的修复师，文物修复经验已经有15年，是政大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博士。收到百年手抄《古兰经》，小心翼翼检视书的状态。我们检视一下这本书，就可以发现说，这本书除了那个它本身是皮革的装订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虫子太多了，它的排蚁都一直跑出来，这大概是吃了很久。它其实就是一个住过很多种虫的虫窟，那个虫就在这里面，就在书背这里，所以其实一页一页的翻，可以发现很多不同的东西。初步判定，这本《古兰经》可能流传超过100年。书上至少存有3种书虫，同时还有发霉、人为破坏及修补的痕迹，得先进行1周的滴氧除虫。这应该是我们看过最古老的一本书了，所以它这个书上的无论是虫咬的痕迹，或者是它破损的迹象，都是集合了各种书的那个病态。生病的样子集结在里面，还有它的纸张，像纸张的颜色的不一样，还有它修补了这个后来修补上去的，就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图书医院原本仅限修复馆藏书籍，会接下这次任务，是因为这本100年古兰经的修复问题可作为日后的参考范例外，也因为修复古兰经有着非凡的意义。我叫林一龙，今年26岁。今天是我参加入教的仪式。这2个是长的，你喜欢你先写原色。好。我对于回教或是伊斯兰完全没有概念，因为学校人都不会，或者是周边接触的人不会有没有这个宗教，大概是只有跟凯凯交往之后才有。胡云凯是胡光中的儿子，依据伊斯兰教的规定，林依荣得先成为穆斯林，才能跟胡云凯举行婚礼。有同样经历的婆婆周如意在旁陪伴，亲自为依荣包上头巾。今天很开心帮她戴上头巾，然后虽然她对这方面都不是很懂，可是我很高兴，就是说好像当一个妈妈，当一个婆婆这样子，然后把这份爱再传承下去。那我们接个电话。我们现在社会是讲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穆斯林是讲，这是我们自己家族文化的传承。因此，穆斯林说结婚的时候必须要有另外一半也是穆斯林。对穆斯林而言，信仰是生活的指导，因此夫妻必须信仰相同的宗教，并且以同样的信念与价值观来经营家庭的和谐。今天我们他们的人家，我们今天是这个云凯跟依荣的婚礼。林依荣的入教仪式以及穆斯林宗教婚礼，在双方家人的祝福下顺利圆满。对2位新人而言，则是新生活的开始。宗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伊斯兰的了不起是说，它在实际的人生里面，能够让人觉得生活的很好的方式。
伊斯兰是第2大宗教，拥有1400多年历史。不同国家、不同种族都有穆斯林，他们遵照伊斯兰的教义，依归古兰经，并将经典实践于生活中。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在马孝奇欢拜声中，家人们开始准备礼拜。对穆斯林而言，这是伊斯兰教中与真主沟通以及谨记教义的重要仪式。真主给了我们这一种生活方式，叫伊斯兰。伊斯兰里面的内容就是古兰经的教育。每天清晨4点多，面向麦加，以清净的身心礼拜，接着诵读古兰经部分章节，这是古兰经指引的生活规范。冬瓜给他。对，切对半球 ，biscuit 呢？因为我们这个宗教，它的饮食上面就跟一般不一样嘛，所以我们从小饮食都是妈妈亲手做给我们吃，所以我现在也是都亲手做给孩子吃，妹妹也是一样，就有把爸爸的、妈妈的这个生活传下来。饮食文化的传承是依古兰经的规范。伊斯兰教对于饮食、丧葬、婚姻等日常生活都有严格且明确的规定，不吃猪肉，不喝酒，不吃添加酒精的食物。古兰经是伊斯兰教重要的经典，是真主阿拉的启示，是穆斯林信仰的根基，毕生的依归。500多年的手抄古兰经流传至今并不容易，而修复百年古兰经有着重现历史轨迹以及文化传承的意义。这本书是比较特别，是因为它每一页都可以刷出很多很脏的东西，没有一本书像这本《古兰经》一样这么脏。那可能是因为它的历史太悠久了，而且它的纸质，其实它的纸质很类似麻纸，也很坚韧，所以才能够藏这么多的东西在里面。对啊，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刷。许美文以不破坏书本、纸张结构为原则，用软毛刷一页一页的清洁。再将500多页的手抄古兰经重新编码，接着将封面与书页分离。这些好不容易把它拆下来，我们就把那个这里也刷一刷。我们这清洁有几个方式，可以用橡皮擦在这上面这样子推，但是这样推的面积不大。所以它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在上面放另外一张纸来做，一样。我刚刚做的是顺时针的方式，我现在就是顺时针的来做大面积的清洁。透过橡皮擦及橡皮粉进行干式清洁，依照修复西式装帧古籍的流程，按部就班，但困难却是接踵而来。如果要做很精细的修补的话，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你不花这些时间都是不行的，因为你少了一个步骤，对他来说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发现了，在修复的过程里面会发现很多困难，最大困难是纸张。就是机器做的土皮纸，那它很薄，很适合运用在修书。而且因为这么薄的纸，一开始就已经是染好色的话，其实比较方便。对，因为后续加工自己染比较困难一点。这样，希望是哪样的？我觉得这几种我们都要买回去对对看。我
那个时候发现，这个年代的纸张是在15、16世纪的中东阿拉伯世界嘛，所以它制造纸张的原料应该是麻跟棉的成分比较多。我们用了我们所有的储皮纸、燕皮纸，甚至竹纸去比对，都发现颜色不对，所以我希望厂商可以帮我去染制。经过了3、4个月，我们还是觉得这纸张不行，我就想到我其实曾经买过一款日本的麻纸，终于找到与百年古兰经纸质、厚薄度以及年代相仿的日本麻纸。为了让纸张的颜色更贴近古兰经，许美文决定要自己染色。我上一次割谎是几克？2克。因为麻纸的颜色很白，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染成这样子旧旧的这种做旧的感觉的。百年古兰经的纸张所使用的颜料绝对不是现代颜料，因此许美文决定从植物染或是矿物染等古代颜料着手。我第一次染纸的时候，我其实煮的就是植物染，黄柏加上墨，那花椒加上墨，把这些东西把它调进去之后，还是染不出像样的颜色。试了多次植物染，总是不满意。许美文忽然想到中东地区沙漠多、绿洲少的特性，因此改用矿物颜料。我觉得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在挑染料，你怎么样找对那几样染料，然后再来就是多少量。比例也很重要。那以前的师傅他们靠的都是经验去染纸，可是我们在做这个古兰经的修复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师傅的，所以一切只能从零开始。许美文花了8个月的时间，从找纸、调色到染纸，力求重现古兰经本来面貌。不止如此，许美文在进行补纸时，还透过裱画技术增添古兰经的艺术性。因为这个跟传统的纸张不太一样，传统的纸张可以做定位，可是这很难定位。正在裁切的纸张是日制薄如蝉翼的修复纸，为了保护文字，许美文先贴合在古兰经书页上。像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台湾图书馆的图书医院是全国第一个使用这样子的方式。这个方式其实也还蛮好用的，它可以让胶瞬间软化，然后就粘在这上面。通常修复1页古兰经都要花上半天的时间，过程难免乏味。但许美文总在修复的过程赋予修复中的文物新生命。因为我有学过书画的裱背，所以我是借用书画的裱背的方式，然后来补这张纸然后它才会有一个视觉性的美感。所以古兰经应该是第一个，我把它当成像画一样，然后来修这个。所以就是每一页的古兰经都像是一幅画。在许美文温柔的坚持下，无形中也增添百年古兰经的艺术性。2年多的修复时间，虽然一路披荆斩棘，其实内心相当煎熬。这过程真的很痛苦啊，因为将近2年多的时间嘛。当我把封面的皮革可以好好的削下来那一刻，我都快要流眼泪了。对啊，你看我的眼泪快要飙出来了，因为真的太辛苦了。为什么我要接下这个样子的一件事情呢？简直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一开始我的速度还是挺慢的，但是从我开始不吃猪肉开始，我就修得蛮快的。那个时候很神奇，一天还可以修个4、5张。时常与古兰经对话的许美文，在经典中找回坚定的力量。其实，当初接到任务时，并没有信心完成修复工作，甚至在修复封面时，一度有放弃的念头。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认为封面就不要修复了，因为封面裂损的挺严重的，而且整块都变硬了。我知道上人是长期茹树的，那如果说不希望再使用动物的皮革，那用一般的 PU 皮革把它做成封面之后，那个感觉又出不来。后来呢，我们在每一次跟上人会面的时候，上人都非常尊重我们。最后，在正言上人的支持与古兰经的指引下，许美文用美国最新的技术，透过纸张进行封面修复，重新制作新的外壳，再粘回旧有封面，让古兰经回到本来面目。这个是沾到皮革油渍，我想把这个颜色盖掉。在法国，一个修复师30%以上破损的书就不会去修了，但这本书破损的真的范围太大了，几乎整本都是重新修过。为什么我们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修复这个古本？那当然就是因为意义、历史的意义跟纸张的价值。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做好修复这本经典的工作，其实未来的人呢，以后的人，他们就看不到这本经典的书页、纸张、文字。这天是修复的最后一个动作，将拆解掉的封面及书页再次结合。许美文不敢大意。希望这里的胶涂得很平整，然后粘得很平整，不要出现其他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把它粘上去，有的时候是会失败的。要合了哦，我不能再打开来了。哎呀，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因为我怕书页会粘不好啊，麻烦。应该没事吧？超级担心的。无啥感冒伊啊，会懵你，无糖会走出来。你即马拢是清气的。像你即马放什么懵，放什么烟？对，这个还可以再保存500年都没问题。哇，感恩你的巧手，感恩哦。我会对《古兰经》也是用很尊重的宗教的尊重，经历了这样的老旧啦，还要修补啦，这就是证明了经历了几百年那样的时间的价值，所以我会很珍惜它。透过修复后的百年古兰经，重现西元15、16世纪的历史样貌以及文化底蕴，同时也见证跨宗教互相爱惜、互相尊重的宗教情怀。